那頭從未消失的金牛犢，一個看似荒謬的聖經故事。當以色列人離開奴役他們的埃及，在曠野等待領袖摩西時，因為恐懼和不安，他們竟然用金子鑄了一頭牛，並指着這頭剛造出來的金屬雕像說，這就是領帶我們出埃及的神。這聽起來極其不合邏輯，這頭牛分明是5分鐘前才造出來的，怎麼可能是救贖主？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人的大腦有一個奇特的機制，比起什麼是真實的，我們往往更優先選擇什麼是安全的。那些以色列人並不是真的傻，而是因為跟隨那位看不見的神，讓他們感到失控和恐懼。而這頭看得見、摸得着的金牛犢，能給他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掌控感。我們所學到的是什麼？深刻洞察創傷的防禦性學習。就像故事裡的金牛犢，我們在經歷背叛、毒打或羞辱後，會發展出一套錯誤的信念來保護自己。比如，被傷害後，你會學習到所有人都不可信，或我表現得不在乎，就沒人能傷到我。鎖鏈才是真正的傷害。用沉重的磚塊和鎖鏈做比喻，創傷本身，那塊磚頭，或許無法從歷史上抹去，但真正的魔鬼是那條鎖鏈，它把你的生命死死扣在那一刻，讓你即便走過了10年，餘生所有的決定仍圍繞着那個傷口轉。紀念的本質，在希伯來文中，紀念意味着刻下記號。如果我們選擇紀念創傷，就是讓痛苦定義我們的價值。如果我們選擇紀念真理，生命才會有新的記號。我們應該怎麼做？行動指南，第1步，啟動卸下學習 Unlearn 的過程。新的一年，最重要的不是學習新技能，而是卸下舊有的錯誤認知。你要誠實地問自己，我保護自己的那些理由，比如我不合群是因為我清高，是真的嗎？真理必叫你的自由，不要躲在防禦性的謊言後面。第2步，剪斷那條定義生命的鎖鏈，承認那件事發生了，它確實很重，但它只是你人生的一幕 scene， 而不是你人生的主軸 story。拒絕讓那個傷害你的人或那段破碎的經歷擁有定義你未來的權利。第3步，刻下新的生命印記，呼籲用新約的記號餅與杯來覆蓋創傷的記號。這意味着你要主動選擇用神的愛、接納和應許來重新錨定你的價值。當你不再從創傷中看世界，你才會察覺神正在你生命荒野中開闢的新路。一句話總結，不要再為那頭能給你虛假安全感的金牛犢下跪，剪斷鎖鏈，帶着那塊已經無法傷害你的磚頭，抬起頭，走向那個不再被過去定義的全新自我。您可以嘗試這樣做。您是否願意回想一下，在您的生命中，是否也有一條因為想保護自己而鎖上的隱形鏈條？如果您願意，我可以陪您一起梳理如何用更健康的視角去重新定義它。